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7日，离2021年还有14天，2个星期。今年2020年对全球多数人来说是充满挑战、不平静的一年。年头4000亿只蝗虫，到还在肆虐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很多人的生活都在今年出现巨变。美国纽约宣布，受到疫情影响，1年1度的时代广场水晶球跨年倒数活动将改为以虚拟线上方式进行，现场庆祝活动将停办。年末那天，时代广场只能允许极少数人进入，而这也是过去这114年以来，时代广场首次没有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。时代广场跨年活动主办单位9月就预告，今年的倒数活动形式将因疫情做出调整，加强视觉与数位内容，补足有限的现场演出，让民众待在家，透过电视与网络收看直播。策划人员表示，已和医疗团队咨询过安全意见，所有踏入场地的人都将事先接受检测，除上台表演者外，其余人员全程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主办单位每年都会邀请特别嘉宾，他们往往都是政界、娱乐界、法界等知名公众人物。主办单位今年特别开设2020防疫英雄环节，邀请一群前线人员担任特别嘉宾，向他们致敬。时代广场联盟主席汤普金斯 Tim Tompkins 表示，特别嘉宾在庆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尤其在共同迎接新的起点时，传递一种坚定和精神。他说，今年最适合表彰这些前线人员，他们用自身的力量、决心，不知疲惫地协助国家渡过难关，还要感谢他们的家人。另外提一下，往年倒数的水晶球落球仪式重头戏将改为虚拟方式进行。时代广场跨年降球仪式最早是始于1907年，在过去的114年以来，降球仪式虽然曾在1942年和1943年因世界大战管制灯火而取消，但当时并未禁止人群上街庆祝新年。而这次受到疫情影响，为避免人潮群聚，将会把传统水晶球倒数从实体观赏落球仪式改成网络虚拟活动，让想参与的民众可透过手机 APP 一起在线上版的时代广场。每年的年末12月31日，老外很多店都关门，纽约时代广场都是能进不能出，人山人海，很多外州的人都来到这个繁华的广场，但是厕所不够呀，看来今年的成年纸尿片看似卖不出去了，大家都待在家里吧，我们到时候一起倒数计时，迎接2021年。